今天我们就来拆解天下第一禁书《素书》。这本书因为太过于直击人心和人性了，所以据说古代的当权者们都只会把这个书放在自己身边研读。因此对于这么神奇的书，我花了1周的时间捡起来又重新读了几遍，最后总结归纳成了这10分钟的视频。我自认为这个应该是全网讲素书讲的最全、最简单并且通俗易懂的视频了，所以建议各位先收藏再观看，最后能领悟多少全看个人造化。这本书的背景据说是一个叫黄公望的人写的，后来是把张良从人品到智商翻来覆去的考察了3次，最终把此书的核心传授给了他。然后张良凭借此书彻底就开悟了，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谋神。后来相传这本书也是在张良的墓中被发现的，被发现的时候据说书的封面赫然写的一句话，大概意思就是此书不得传于心术不正之人，否则必有后患。这本书的原文是用古文写的，而我根据原文拆解成了12个部分，希望今天用大白话保持原汁原味的把此书给各位说清楚。这12个部分分别是自修、知行、修心、行谦、谋远、成事、治人、动观、明事、载舟和聚合。那么我们开始说第一部分，自修。为人处事想要有所抱负，必须修炼5个法则，那就是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。道是指世间万物的规律，可以洞穿一切事情的本质。德是指德行、功德，旨在向内修，遵循自然良知。仁是指慈悲和宽容，发自内心的向外给予，随喜赞叹，海纳百川。义是指明是非，辨善恶，赏罚并立。礼仪是指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，遵守自然的规则和人际之间相处的法则。凡是从古至今能有所成就的人，一定是超越了小我的格局，达到了如下5个层次。第一层能够心怀天下，第2层能够见微知著，第3层能够断物识人，甚至是看到一国之兴衰，第4层能够洞见未来的趋势，第5层能够顺势而为，知取舍，懂进退。一个人如果时运未到，就潜心修炼，克己勤学，等到时机一到，就乘风而起，扶摇直上。如果能做到如此的程度，即便是终身不遇，至少也不会欲求不符，遭到反噬。第2部分，知行。以德服人才是育人的最高境界，威胁、恐吓、PUA 等等的做法都是无法长久的。有信之人行必果，要么不承诺，承诺了就必须要做到。义气不是江湖之间的酒肉之气，而是身无分文仍然可以谈笑风生，凡见之者都能感受到如沐春风的英气和洒脱。修成小才能够洞察古今，修成大才能够人情通达。这个社会是人组成的，识人、容人、成就别人才是真正的大智慧表现。遇事不乱，遇情不困，为人公正，行事念达，是黄公望所说的豪侠。恪守本心，即便有投怀之财，也预之不取，有高于生死的价值追求，是黄公望所说的人杰。第3部分，修心。欲望使人进取，但须取之有度，须收放自如。明事理，辨是非，不逞面子和口舌之快，知错而能改，还能保持坦诚的心态面对，是大才。酒色财气都是消耗人的东西，如果能跳出去，你就离仙人又近了一步。读人心，懂人心，顺人心，成人心，功成身退，还能恪守本心，才是真正的强者。平以待人，不自视过高，德不配位者无法长久。第4部分，行谦。广涉猎，广交友，勤学习，不耻于问，大辩若蜡，大智若愚，只说必要的话，因为言多必失。不要自作聪明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谦以待人，无欲则刚。就像易经中的谦卦是唯一64卦中6爻阶级的卦，所以只要保持谦逊，做什么事都能大吉大利，立于不败之地。宽容处下，能够接受不同的意见，就能形成无形的向心力。不说是非之话，不惹是非之事，切记少言直语，能不说的就尽量不要多说。第5部分，谋远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善易者谋事，善谋者致远。运筹帷幄，方能处事不惊；躬身入局，才能行身致远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越是和你关系亲近的人，朋友也好，伴侣也好，都要谨慎选择。多读历史，才能知过往，断将来。一定要培养自己的识人之术，遇事才能排兵布阵，提前布局。要学会未雨绸缪，谋定而后动。做任何的事情要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，知取舍，才能不随波逐流，任人摆布。做人做事不能目光短浅，所有的东西都得谋划，要有长线思维，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。很多人招人嫌，往往是严以待人，宽以待己，容不得别人的小错误。很多人经常招祸，是因为没有提前谋划好，喜欢走一步看一步。富贵来源于提前的布局和长远的规划，贫穷是因为准备不足，错失机遇。
第6部分，成事。要想做成事，需要先做对人。人格的魅力是成功的基础，日行一善，自己也能很快乐。以诚心做大事，不计一时得失的人是有大智慧的。知足者常乐，想得开，放得下。不走正道的人，总有一天会招来灾祸。遇事不居现状，不做强求；遇人贪得无厌，损人害己。骄傲会让人被孤立，私心太重，往往无法成功。第7部分，治人。没有威信的愤怒是毫无用处的，有了威信则是不怒而自威。水至清则无鱼，机关算尽反而会误人误事，这里面的深浅拿捏自己要有分寸。做领导的要大智若愚，大象于无形。你要懂得发现事物背后的逻辑，懂得成事的方式和方法，才能有人服你。切记不要沉迷于一件事，哪怕这件事再好，也要保持头脑清醒。第8部分，动官。遵从自己的内心能让事成，遵从民众的心愿能让国昌。不尊重他人的人，容易惹祸端。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多疑则自损。结交朋友不要只看利益，做人做事不要过河拆桥。干大事人多心意不如一个人干，一定要远离喜欢搬弄是非的人，多听取不同的意见，远离女色淫欲，多结交贤达。后宫干政天下必乱，任人唯亲事定不成。第9部分，关心。水浅之时养不了大鱼，无知之树引不来巨鸟，树林不茂盛就藏不了猛兽。好大喜功心胸狭窄的人成不了大事，下面人的想法传递不上来，就无法同行，会陷入困局。有才干的人要给实权，以前画过的饼，日子再难也要兑现，不然留不住人。用人就像请客，客人到了门口却不让进，就像明知可用的人却瞻前顾后，指的是愚蠢之至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与人一离，不能奢求别人还你一斤。富贵不忘寒门日，就算再发达，也要不忘初心。喜欢翻旧账的人干不了大事，要远离。不可用人不当，不能强人所难，不应因人设岗，不宜扬短避长。没有远见，心思歪斜的人会导致大乱。任何事情都要守住秘密，事以密成，言以谢败。压榨下属所得的东西，总有一天会全部失去。如果劳动不能有所收获，投机反而占得盆满钵满，这样的世道注定会衰落。遇到了好事不重视，坏事却揪住不放，这样的人成不了大事。小功不赏就成就不了大功，小错不放就会导致大过。要赏就要赏到位，要罚就要罚彻底，否则没有任何的意义。只喜欢听赞美而听不进真话的人，到最后都会过得很惨。知足常乐，贪念别人的东西只会损害自己。无视领导会被报复，轻视下属会丢掉人心。第10部分，明事。事业成功，人才自然会聚集；事业失败，有能力的人往往是最先撤退的。做好事积福，做坏事惹祸。信则不疑，小人交不到真朋友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如果时局动荡，就不能指望有德才兼备的人出现，用人要用其长处。治理混乱的时候，奸邪人是最容易有可乘之机的。做领导让下面人做事，不仅要有求贤若渴的心思，更要有高薪养才的度量。山高一崩，水满则溢，做事不要贴底线。有美玉不取而报顽石，就像是有眼而无珠。做事没有章法就无法成功。做人既要抬头看天，也要低头看地。对别人要求高，对自己要求低的人成不了任何事。宽以待人，严以律己，以身作则，才能诸事顺利。第11部分，载舟。要成事，必须要有核心骨干相助。民众怨声载道，不是好的征兆。百姓是树根，树要倒，根必先坏。重蹈覆辙就会翻车，因循守旧就会灭亡。以史为鉴，就能趋吉避凶。阴阳相容，复活相依，有忧患意识才能避灾祸，害怕灭亡才能有生存。有德之人复不求自来，无德之人危险来了却避无可避。第12部分，聚合。志气相投人在一起才能成事。同是美人就会相互嫉妒，同是政客就会相互算计，同是权贵就会相互谋害，同是利益就会相互竞争。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，就会自然而然地团结在一起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同行是冤家。违背常理和人性的事不要做，不会成功。顺应天时地利人和，自然会水到渠成。好了，这就是素书全本我所划分的12个部分。很多古语和现实会有一定的差距，很多人初读的时候觉得看不下去，其实你沉下心去反复的读，就能读出书中的精髓。我一直说道理2字，以道在先，以理在后，一定是先看透了本质和规律，才有可能领悟其中的深意。对于素书的拆解，我其实一直很犹豫，因为单看此书一共只有6章，1000多个字，通读全篇5分钟就可以读完。但是如果单独的去看每一句话，知其句意，并不能明全书之道理。所以我建议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整书通读，不要在乎这一字一句的意思。而且每个人的感悟都是不一样的，经历也都有所不同，读到了细微之处，会让你有茅塞顿开之感。
如果还能有兴趣讨论，你就会发现能够超脱此书形成自己的认知，如此这个书的作用就达到了。今天又分享这么多，想要交流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里跟我留言，读过此书的同修也一起留下你的墨宝。关注99，带你看透人心，读懂人心。